大家好，我是硅谷的朱律师。2020年8月6号，星期四晚上6点左右，我在外面吃完晚饭的时候看了下手机，发现我的微信突然有了几十条未读信息，这不太正常。我打开一看，很多朋友说特朗普刚刚颁布了一个行政令，要封杀微信了。他们把 Telegram、WhatsApp、Line 还有电话号码之类的联系信息发给我，这样可以继续保持联系。总统要封杀微信，凭我的直觉不应该呀。我知道特朗普当时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但之前他从来没有提过要对微信或者腾讯怎么样。我猜呢，顶多是某些微信功能，比如微信支付不能在美国用而已，不至于全面封杀吧。刚好在那个时候，我属于一个叫在美华裔资深律师的微信群，里面当时有160多位分布在全美各地的华人律师，里面的绝大部分律师我都没有见过，只是网友。如果微信没了，那我们那个群也没了，所以大家在群里面对于这个事儿讨论得很激烈。第二天星期五，我很早就到了办公室，我决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这个总统令，仔细读了一遍，然后检索了一下相关的法规，我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我发现这个总统令真的是要在全美国全面封杀微信。作为一个专门打官司的诉讼律师，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咱是不是可以去法院起诉？于是我坐下来研究相关法律，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一份报告，里面分析了总统令侵犯美国微信用户的言论自由，违反了美国宪法，因此我在报告里面建议起诉总统。因为总统令在45天之后，等于是2020年9月20号就要生效，我在报告里面建议马上起诉，争取尽快拿到法院的禁止令，这样总统令到时候就不会生效。关于如何打这个官司，我在报告里面也提了一些建议，比如去哪里的法院，选什么样的原告，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团队等等。在材料的最后，我写了一段话，这里面的建议在后来被证明非常关键。公关与对外宣传，我们千万不能将这个案件做成是我们代表腾讯或中国政府对抗美国的事情，不要牵涉到中美目前敏感的政治关系，我们要尽量去政治化。我们只是讨论美国的微信用户的宪法权利被总统令非法剥夺的问题。报告写好了之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在美华裔律师微信群里面，我注意到有4位律师的发言符合我的心意。这4位律师分别是这个群的群主，新泽西州的曹英律师，西雅图的倪飞律师，纽约的吴胜阳律师和袁刚律师。那天我就把他们单独拿出来建了一个小群，分享了我刚刚写好的材料。他们看完之后很认可我的分析，于是我们约好第2天，也就是8月8号星期六，开一个 Zoom 会议，看如何推进这个事情。周6一开会，我们5个律师都一致同意要马上起诉，时间紧迫，不能再等。因为我们在保护美国所有人使用微信的权利，所以这必须是一个公益案件。因此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来筹集律师费。会后呢，曹英律师在当天就注册成立了一个叫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 US WeChat Users Alliance 的非营利机构。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发起维护美国微信用户权益的捐款倡议书，当天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2020年8月8号，也就是6年前的今天，我们决定正式起诉美国总统。那一刻，我方人数多达5人。我为什么要牵头搞这个事儿？微信对我太重要了。2020年8月份，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纽约等很多个城市已经死了很多人，绝大部分人都在家里面上班，中美之间也没有正常的航班了。在疫情之前呢，我每年回国3到4次，为了自己的律师业务，也是为了回去看我在湖南的家人，包括我80多岁的妈妈。现在因为疫情，我没有办法回国了。如果连微信都没有的话，这意味着我和家人就断绝了联系，我都没法和我妈打视频。我绝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和客户也在微信上，没有微信，我的律师生意就很难做下去了。所以保护微信对于我来说 ，it's personal。我为什么要出头的第2个原因，就是总统的这个封杀令
我认为是种族歧视。使用微信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华人。在半年前疫情爆发之后呢，总统就天天说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导致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敌视。所以那时候不少华裔已经成为了仇恨案件的受害者。现在总统又封杀微信，我觉得这就是针对华人的歧视。好了，愤怒归愤怒，真的要起诉美国总统可没那么容易。当时我们这5个华人律师的名字不能说是家喻户晓，那至少是默默无闻。我们这5个自不量力的人要对抗整个美国政府，那简直是以卵击石，不以小博大呀。我在美国做打官司的诉讼律师20多年了，主要代理的是各种商业和公司纠纷，从来没起诉过总统或美国政府。但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得全力以赴。所以接下来的40多天里面，我放下了手头的大部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微信这个案子上面。在我们5位华人律师里面，西雅图的尼菲律师和我的诉讼经验类似，有很多代理商业案件的经验，所以在最开始由我们2位来筹划启动这个诉讼案件。另外3位律师主要负责非营利组织的运营、筹款、媒体和网站等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公益案件，所以从一开始就决定我们5位律师1分钱不拿，完全是用爱在发电的义工，筹来的律师费全部用来聘请外部律师来参与我们的案件。倪律师和我都知道，起诉美国总统光靠我们2条枪不够，还需要更多做宪法诉讼案件的律师。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找帮手。我首先问了几家大的律师事务所，他们愿意参与，但要正常收费。要知道，这些大所的律师每小时收费都是1-2千美元，签约时还需要交10-20万美元的律师费定金，我们根本没这个钱。当时有位律师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我附近的犹太人律师，他叫 Michael Bean。这位 Michael 律师呢，负责一个旧金山的律师事务所，经常起诉政府。我们以前打过简单的交道，他对我们的案子很感兴趣。他的费用虽然没有大律师那么高，但小时费率也在1000美元左右。我和他反复讲，微信封杀令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就是种族歧视，这个理由对于一位犹太人来说很有效，他同意代理案件，并且只要很低的定金。同样重要的是，除了 Michael 律师本人之外，他团队的4位律师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面放下了手头的案件，全部投入到我们这个案子上来了。接下来开始了整个案件里面最难的一个环节，找原告。我和 Michael 律师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不同背景的原告，这样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法律主张，有一个成功了就 OK 了。但是我和身边的人沟通做原告的事儿，他们都害怕，这其实很正常。从中国出来的人都是不愿意和政府对着干的，更不用说起诉美国总统了。在某个东方大国，不要说起诉最上面的领导，你起诉个乡长、县长看看。我们5位律师到处发信息，寻找愿意做原告的华人。我至少和30多个人聊过，都是为了试图说服他们成为原告。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还和我太太说，我可能需要你出来做原告。幸好在多方努力的情况下，我们终于找齐了原告，并在8月21号写好了诉状，去旧金山的加州北区联邦法院立案。那个时候，我们离总统令的生效日期9月20号只差30天了。立案只是第一步，为了阻止总统令在9月20号生效，我们必须马上去法院申请一个临时禁止令。我在联邦法院打过很多官司，在正常情况下，从递交动议申请到拿到法院的禁止令，一般需要4到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我们只有30天。当我们向联邦法官说明总统令在30天后生效的紧急情况后，法官同意加快进度，要求双方尽快递交文件，争取在9月20号之前让法官做出决定。1周后，8月28号，我们完成了一份复杂的临时禁止令的动议申请，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将近10位律师加班加点的心血，还附上了所有原告和专家证人的证词。在案件刚开始的时候，就让法院发布一份临时禁止令，难度非常大。我们需要符合2个关键要求：第一，法官认为原告最终赢的可能性很大；二，如果不马上发布临时禁止令，原告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请注意，金钱损失不属于不可弥补的损失。总统在行政令里面提到，腾讯和中国政府有可能通过微信收集美国用户的私人信息，
因此构成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如果我们想要拿到临时禁止令，我们需要证明这么2点：第一，即使总统说的那些威胁存在，通常的办法不是全面封杀，而是要求微信设立一些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机制，比如要求腾讯把美国微信的服务器设在美国境内，调取和使用美国服务器里面的数据需要遵守严格的制度，还可以随时被政府或者是独立机构审计调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法官在发布临时禁止令的时候，需要考虑总统说的那个威胁程度是否匹配总统提出的解决方案，以避免过分的附加伤害。打个比方，你家里厨房进了蚂蚁，你会去放蚂蚁药，或者请外面的公司来除蚂蚁，但你不会一把火把整个房子烧了来解决蚂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技术专家提出的意见有力地说明了有很多种更温和而且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刀咔嚓把微信彻底给灭了。第二，我们还需要证明微信是不可替代的。我们的专家和原告都说明了，微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中文平台，绝大部分用户都是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虽然也有一些类似的聊天工具，比如 Telegram 和 WhatsApp， 但你在微信上的朋友圈子不在那里，所以用 Telegram 和 WhatsApp 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微信的特殊性，这也意味着它没有替代工具。这样的话，也就证明了没有微信，在美国的微信用户就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样才符合法院发布临时禁止令的要求。9月4号，我们收到了 Michael 律师8月份的律师费账单，金额是35万美元。我们当时有点吓坏了，因为我们当时只筹集到了10万美元左右。我仔细看了这份律师费账单，觉得里面列的律师工作量和时间都很合理。我和 Michael 律师打了个电话，给他讲了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全额支付这个账单，但我给他交了个底。我不敢保证将来我们组织能筹到多少钱，但我可以保证筹到的每一分钱都优先支付你的律师费。Michael 律师爽快地答应了，他同意我们分期支付账单，只要我们尽力去筹集资金，他不会找我们5位律师来要钱。虽然我们看到这份账单的压力很大，但我还是鼓励大家说，只要我们赢了，钱就不会是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全力以赴拿到法院的临时禁止令。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你们当时打这个官司心里有底吗？真实情况就是没底。但是当我们找到合适的原告，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我们之后，我慢慢就有信心了。我真正知道我们肯定赢的那一刻发生在9月8号的半夜。10天前，我们递交了临时禁止令的动议申请，美国司法部需要在9月8号递交回复。美国联邦法院递交文件的截止时间呢是当天的半夜12点。那天，美国司法部律师直到晚上11点左右才交到法院。当我收到邮件提示说对方刚递交了回复，本来打算睡觉的我立刻清醒了。我打开电脑，开始看美国政府是怎么反驳的。我最关心的其实就一个点：美国政府手里到底有没有什么实锤证据，可以说明微信或者腾讯在美国偷偷摸摸地收集什么敏感信息？如果真的有，那总统说的那些国家安全威胁就真实存在，那封杀微信就不是一个过分的解决方案，法院也没有理由去发布临时禁止令了。那天晚上，美国司法部的回复附上了一份1200多页的证据材料，我当时睡意全无，两眼炯炯有神地看完了这些材料。大约是半夜1点多，我给我们的律师团发了一份邮件，总结了我的发现。美国政府这次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证据来说明微信的安全威胁，里面提到的威胁都是腾讯或者是中国政府可能会用微信在美国收集个人信息，用的都是 would、should、might 这些词。这只是一个推测，完全不应该用全面封杀这种极端手段。我知道我们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当我看到美国政府手里没有事实证据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稳了。这会是压垮美国政府的最后一根杠铃。这么说吧，那天半夜我是带着微笑入睡的。9月17号，星期四，离总统行政令生效还有3天，法官召开了一次公开听证会。请记住，那时候因为疫情严重，我们上庭都不需要人去法院了，都是用 Zoom 在线上和法官开会。而且美国法院的听证会和庭审都是公开的，谁都可以参加。法官设的 Zoom 会议最多可以装500人。当时视频会议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情况，
这种会议瞬间就来了500人，因为关心这个案件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光媒体的记者就来了10几个，最后导致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没法进去。那天的听证会上，法官问了双方律师很多尖锐的问题，看不出法官的倾向性。但在听证会上，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不得不承认，目前没有关于微信已经或者是正在威胁美国的证据，绝大部分威胁都是美国安全和情报部门自己的评估和预测。可能是美国司法部的律师知道自己要输了，他们在第2天星期五使了一个花招。美国商务部在那天早上发布了一个总统行政令的实施细则，它不禁止个人使用微信，而是禁止美国公司向腾讯或微信提供任何技术服务和支持。这一招很狡猾，美国政府这下可以说我们没有禁止你个人使用微信，所以你们告我们是不对的。但微信在美国的运行必须依靠美国的网络通道公司才能正常运转，这就相当于把一个人关在房子里，然后把里面的氧气全部抽掉，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同样起到了杀人的效果。另外，根据这个实施细则，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也必须把微信下架，这样新用户没法下载，旧用户也没法更新。早上8点多，我刚起来，喝了一口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律师团马上开会商量如何应对。商务部在最后一刻发布的这个实施细则改变了整个案件，于是我们开始联系法院。当天上午11点45，法官召开了一次紧急听证会。考虑到微信封杀令要在2天之后的周日生效，法官决定我方律师需要在当天下午3点半之前，将诉状和临时禁止令的动议申请全部改一遍，把我方对商务部实施细则的反驳观点写进去。司法部律师呢，在当晚6点半提交回复意见，我方律师在晚上8点半递交最后一轮反驳意见。只有这样，法官才有可能在第2天周六召开最后一次听证会，然后有时间在微信封杀令生效的周日及时颁布判决。在我做诉讼律师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紧急的情况。我方只有2-3个小时的时间来起草修改上百页的文件，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的律师团里面的将近10位律师做了一下简单的分工，每一个人负责一块内容，各自修改，最后拼在一起交上去。在正常情况下，至少得有个人把多位律师写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之后呢，还要再看一遍，以确保前后一致。但那天实在没有这个时间了，我们几个律师东拼西凑，赶在截止时间之前的最后几分钟才交上去。接下来就轮到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了，在等待他们回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起草晚上8点半需要递交的最后一轮文件了。总之，我们顺利准时的在当天晚上8点多完成了所有文件。那天有多紧张呢？到晚上8点多完成任务之后，我才吃上那一天的第一口饭，之前我就啃了2根香蕉。第2天周六，法官举办了第3次听证会，这本身也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因为联邦法官极少在周末举办听证会，而且那一天是犹太人的新年，相当于我们的大年初一。我们的犹太律师 Michael 还是正常出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1个多小时的听证会里，法官的问题基本都是针对美国司法部律师的，而且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总统行政令周日生效，那是当天周六半夜的12点开始生效呢，还是周日晚上半夜12点生效？我一听这个问题就知道妥了。为什么？因为法官如果要判我们输的话，那么总统令哪个时刻生效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结果还是微信被封杀。如果法官判我们赢的话，他必须赶在总统行政令生效的那一刻之前发布判决，这样避免大家使用微信不受影响。果不其然，星期天早上，联邦法官发布了判决，认为总统行政令基于的那些国家安全威胁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而且华人这个群体没有微信的替代工具，封杀微信涉嫌侵犯了用户的言论自由。因此，法官颁布了一份暂停实施总统行政令和商务部实施细则的临时禁止令，全美国有效。我们赢了。那天是2020年9月20号，星期天。我们收到了很多感谢信，其中最感人的有这么一封。这是一位学生发来的，他是奶奶带大的，奶奶现在年纪很大，住在了一个加州的老年公寓里面。因为疫情的原因，他没有办法进到公寓里看他奶奶，所以微信是和他奶奶保持沟通的唯一渠道。最后他说他是个穷学生，但为了表示感谢，还是给我们捐了20美元，其中
$10来自于他，$10来自于他奶奶。我们非营利组织的捐款网站和我的手机是连在一起的。每当有一笔捐款进来的时候，我的手机会收到一条短信通知。从那天早上我们赢了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我的手机一天都在震动，我最后不得不把手机静音了。怎么形容呢？来自全美国各地的捐款像雪片一样的飞了过来。在判决下来之前的40多天里，我们总共才募了$40万的费用，勉强够支付 Michael 律师的第1个月账单。在判决下来的2天，我们就收到了$60多万的捐款，加起来总共是$100万左右。在判决下来的第2天，我估算了一下 Michael 律师接下来还需要多少费用，我觉得100万应该够了，所以我们宣布停止接受捐款。如果我们当时不这么做的话，我估计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筹到300-400万。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是一个公益案件，我们5位华人律师不是为了挣钱来的，筹款只是为了支付外部律师 Michael Bindo 的费用。所以筹到100万之后，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收大家的捐款了。9月20号赢了之后，美国政府肯定是不服的，他们立即上诉到了联邦第9巡回法院，而且还准备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这里面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接下来案子就进入到了垃圾时间，美国政府的几次上诉全都被驳回了。A few moments later， 然后2020年底的总统选举结果就出来了。转过年，2021年1月份，拜登总统就任之后，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主动联系我们，要求暂停案件，这样新总统可以有时间审查上一任总统的决策。2021年6月份，拜登总统正式宣布撤销封杀微信的总统令，我们的案件圆满结束。大家今天能在美国继续使用微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等等，真的结束了吗？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美国有个联邦法律规定，当个人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而且打赢了官司，政府的行为没有道理，这个时候法院有权判政府支付原告的律师费。为什么呢？因为联邦政府有的是钱，有的是律师，如果他要为非作歹，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钱没有实力跟联邦政府去打官司。我们微信官司打赢了，是因为我们5个华人律师站了出来，做了这个公益案件，去动员大家捐款支持，才有了这个结果。但绝大部分时候，普通人根本没有这个资源和能力去起诉联邦政府，所以这个法律是约束联邦政府不要太过分，不要用自己的资源和人力优势去欺负老百姓，让政府和普通人之间有一个平衡。当然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律师费很低，只有每小时$100-200，远低于我们参与律师的实际小时费率。总统封杀微信这个事没有任何道理，所以我们还得小小的惩罚一下政府。于是我们开始向美国司法部沟通，索取律师费。经过几个月的协商，他们最终同意向我们赔偿$90万的律师费。收到这个钱之后呢，我们根据各个律师的具体时间投入和费率标准，做了一个按比例的分配。这个表格列出来了所有参与律师的分配情况。表格里面有 Davis Wright Tremaine 和 Sydney Austin 这2家很大的律所，他们在案件中途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加了进来。案件过程中，我们没有付他任何费用。拿到美国政府的赔偿之后，他们才分到一些律师费。我前面讲过，我们5位华人律师是不收费的，所以吕律师和我把分到的律师费全部捐给了我们共同成立的公益组织，叫华美维权同盟 CALDA， 继续为华人打公益官司。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是怎么打赢这个官司的？最主要的原因有3条。第一，去政治化。还记得我在总统令出来的第2天写的那个报告里面提的那一点吗？我们不代表腾讯或中国政府，因为那样就变成了一个中美之间的政治案件，这是打不赢的。我们要把特朗普总统的因为国家安全威胁来封杀微信的叙事，变成在美国的微信用户维护美国宪法的权利。只有这样，法官才有可能回归到法律和事实，而不是政治立场。在这里，我再透露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5位华人律师在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最缺钱的时候，曾经有很多的中国国内的朋友和客户想给我们捐款，但是我们有点纠结。开会商量后呢，做了一个艰难但无比正确的决定：我们不接收来自中国的钱，只接收美国境内的捐款。因为一旦我们收了来自中国的钱，我们就讲不清我们代表谁的利益，我们就开始和政治挂钩了。第二，原告的选择。我前面讲过找原告的艰难，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原告组合。我们成立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是第一个原告，另外有一个公司原告和他的创始人，
这家公司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大家熟悉的北美吃喝小分队。这个公众号主要靠微信来做推广，没了微信，那他们的生意和收入就受到影响。因此，这位原告可以告政府侵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我们有一位华人女性原告，她是利用微信在做慈善，资助她老家的贫困孩子上学。这位原告让我们的叙事更让人同情，使得特朗普说的那些国家安全威胁显得苍白无力。我们还有一位华人女性原告，她在微信上教大家如何做选民登记，鼓励大家参与那一年的总统大选。所以她在微信上的发言呢，属于政治言论 （political speech）。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最重点保护的言论，因为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言论自由是美国选举和民主制度的基础，会受到法院的额外保护。我们还有一位白人原告，他的加入体现了封杀微信不仅仅影响华人，也影响到别的种族。最后也是最巧妙的一个原告，我们为了找这么一位原告费尽了心思，在我们递交诉状的前一天，才通过纽约的吴胜阳律师找到。这位纽约华人是基督徒，因为疫情，他的华人教会停止了周日礼拜，教会活动包括学习圣经都改到了微信上。如果没了微信，他就没法参加教会活动，这等于侵犯了他的宗教自由。我们律师团最开始设计原告组合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打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是保守派的法官占多数，这些保守派的法官最看重、最愿意保护的就是宗教自由，因此安排这么一位原告呢，可以保证我们打到最高法院也不怕。第三呢，是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支持。最开始的时候，我们5位华人律师没有任何名气，大家都不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华人川粉跳出来积极反对我们。我个人因此呢，还收到很多的骚扰信息。当说明我们与腾讯、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只是捍卫美国微信用户的宪法权利的时候，美国主流组织就纷纷过来支持我们。这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院长切姆仁斯基教授，他是美国法学院宪法教材的作者，他给我们出了一份很有力的专家意见。还有硅谷的好几个大公司的资深技术专家，就微信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出了专家意见。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还有美国电子前线基金会 EFF， 亚裔推进正义协会 AAJC， 美国华人联盟 UCA 等等，都向法院递交了支持我们的书面意见。在了解我们的立场和代表的原告之后，主流媒体对我们的报道也非常的正面，这包括 CNN、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全美公共电台等等，还有很多全美国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主动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好了，我们打赢这个案件的意义是什么？微信案是华人告到美国总统的第一案，保护了在美华人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华人社区的团结和政治参与度。大家发现，原来在美国老百姓是可以起诉总统，而且是可以告赢的。这是美国华人历史上难得的一次草根行动，体现了美国华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在这里呢，我由衷的感谢那么多给我们捐款和支持的华人朋友，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当然了，中美两国的关系短时间之内不会好转，在美华人还继续会被美国的极端政客们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从佛州、德州禁止华人购买房地产，到大规模的取消中国留学生签证，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就是我们成立华美维权同盟 CALDA 继续为华人打公益官司的原因。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一个期再见。